你以為長壽靠嘅係食保健品、日日跑步、定期做身體檢查咩？錯晒！真正活得長久嘅人，身上都收埋幾個根本收唔住嘅特徵。呢啲特徵3000年前嘅易經提過，2000年前嘅黃帝內經本釋過，1000年前嘅商術都印證過，3套完全唔同嘅智慧體，係隔住幾百上千年嘅光陰，對長壽嘅觀察結論居然驚人咁一致。呢個絕對唔係巧合，呢個係天道。今日我就將呢5個長壽特徵逐個拆開俾你睇，你可以對照下自己。如果中咗3個或者以上，咁恭喜你，你就係古人講嘅福上之人。如果一個都唔中，你都唔使灰心，因為呢啲特徵大半係可以通過後天修煉出嚟嘅。關鍵係你要知道方向，如果方向錯咗，你行再多路都係白費。好，我哋正式開始。我想先講一個真實嘅故事。曾經有位老人家後生嗰陣喺海外做苦力之後，翻到鄉下開咗一間好細嘅涼茶鋪。呢間鋪一開就係50幾年，一直開到佢96歲，仲可以成日幫啲後生仔打理事務。96歲啦，你聽落去覺得誇張，但所有見過呢位老人家嘅人都會話俾你知，佢90歲嗰陣雙眼仍然有神，講說話中氣十足，完全唔似一個就快行將周末嘅老人。有人問佢：你有咩養生秘方啊？佢笑住話：我邊有咩秘方啊？我每日開鋪收鋪，飲杯茶，同街坊傾下偈，幾十年都係咁，食得香，瞓得着，唔中意講廢話。其實佢呢幾句說話入面已經收埋晒長壽嘅全部密碼，只不過大部分人聽完就算，從來都唔會去深究。我花咗好多時間研究古代嘅經典，亦都觀察過好多長壽嘅長輩。我發現呢位老人家身上嘅特徵，同古人所講嘅長壽之相，竟然一個不留咁吻合。佢嘅特徵並唔神秘，就係我今日要講嘅呢5個。第一個特徵叫做心寬，呢個寬字唔係話你個人長得肥，亦都唔係話你食得好多。呢個寬係指你嘅心胸闊大，裝得落事情，用得落別人。你留意下身邊嗰啲長壽嘅長輩，佢哋都有一個非常明顯嘅共同點，就係唔中意計較。人哋講幾句唔啱聽嘅說話，佢哋笑一笑就過咗去。年輕人衝撞咗佢哋擺擺手話算啦，鄰里之間有啲小摩擦，佢哋亦都可以退一步，話大家互相遷就下就冇事啦。你以為呢種人係冇脾氣咩？唔係噶，佢哋嘅脾氣就好似一池深水，你掟一粒石頭落去會有緊密嘅記憶，但好快水面就恢復返平靜，因為嗰池水夠深，裝得住，穩得起。你睇下嗰啲容易動怒嘅人，一啲小事就要爭個是非對錯，每一件事都要定到明明確確。佢哋嘅心就好似一隻杯，你倒少少水入去就滿晒，再多啲就向外說。所以佢哋成日唔係煩惱就係嬲。中醫理論講得非常清楚，怒傷肝，喜傷心，思傷脾，憂傷肺，恐傷腎，5種情緒，每一種情緒過度咗都會直接損傷對應嘅臟腑。你每傷一次大氣，那個肝氣就會受一次損傷，肝鬱疏泄，肝氣一污結，身體裏面嘅毒素就排唔出去。毒素排唔出去，這種病根就由此種落。你細心諗下，好多容易發脾氣嘅人，係咪好容易患上高血壓、中風、心臟病？呢個絕對唔係偶然，呢個係因果。你種落情緒失控嘅因，身體結出嚟嘅就係病痛嘅果。你再留意下嗰啲長壽嘅臉龐，有一個非常明顯嘅特徵，就係面容舒展，佢哋嘅眉眼之間好似特別放得開，冇絲毫嘅冷靜感。眉頭係自然鬆弛嘅，嘴角係微微向上嘅，面部嘅線條係和和氣氣嘅。相書裏面有句話叫心寬面善，講嘅就係你嘅內心會塑造你嘅面容。你心境平和，面部嘅肌肉就係向上舒展嘅。你成日怨氣沖天，眉頭緊鎖，日子一來嗰啲川字紋、法令紋就會深深咁刻喺你塊面度。所以人過咗40歲之後嘅相貌真係自己修嚟嘅。你有咩心態就會長出咩樣貌。易經裏面寬卦嘅卦辭寫住6個字：地勢寬，君子而厚德載物。寬就係大地。大地嘅特性係乜嘢？係承載山川河流、花草樹木，乃至一切烏野垃圾都堆喺大地上，大地全部承載得起，從來冇抱怨過一句，從來冇講過我頂唔順。心寬嘅人就好似大地一樣，咩事都容得住，所以佢嘅生命力先至會源源不絕。
回過頭睇嗰位開涼茶鋪嘅老人家，佢幾十年做生意，唔通冇受過氣咩？一定受過，但佢偏偏唔將呢啲事擺喺心度。呢間鋪開咗50幾年，中間經歷過好幾次經濟低潮，最差嗰陣，成條街嘅鋪頭都執晒笠，就剩翻佢一家喺度撐住。有人問佢怕唔怕，佢話怕咩啊？大不了重新嚟過。就係呢種將一切睇開嘅心寬心態，支撐住佢活到咗96歲，仲精精神神。所以第一個長壽特徵就係心寬，心寬一寸命長10年。記住，心寬唔係叫你做一個冇原則嘅老好人，而係叫你做一個唔被情緒綁架嘅自由人。你可以嬲，但你會剪咗自己喺度嬲，唔會俾怒氣牽住個鼻走。你亦都會有煩惱，但煩惱嚟咗就處理，處理完就放低你個心，越寬你的命就越長。第二個特徵叫做氣沉，那個氣字中醫同易經都極其重視。中醫話氣為血之水，氣行則血行，氣在則血瘀。一個人健康嘅根基，講到尾就係體內嘅氣機係咪順暢，而氣順唔順睇你個呼吸就知道。你仔細觀察嗰啲長壽嘅長輩，佢哋嘅呼吸係好慢、好深、好穩嘅。佢哋講嘢嘅時候，聲音沉穩，唔會氣喘，唔會斷斷續續。佢哋喺行路嘅時候，步伐均穩，唔快唔慢，每一步都好似踩得好踏實。你再觀察嗰啲身體差嘅人，佢哋嘅呼吸往往係又淺又急又快，講幾句說話就要唞下氣，行幾步路就要停一停。呢個就係氣浮喺上面同氣沉喺丹田嘅區別。黃帝內經講，呼吸精氣，獨立守神。呢句話嘅意思係，一個人如果能夠將呼吸調整得非常深沉順暢，佢就能夠守住自己嘅精神，精神守得住，身體自然就安康。面相學裏面亦都有一個非常重要嘅觀察點，就係睇一個人嘅後背，背嘅形態反映咗一個人肺氣嘅強弱。長壽之人嘅背部多數係自然挺直嘅，厚實而穩重，唔係嗰種高而尖嘅，而係一種端正到好似山岳般嘅感覺。相書上話背如塞三甲主壽，講嘅就係呢種形態上嘅穩重，象徵一個人嘅氣機安守於內。氣沉嘅人呼吸順暢，肺氣充足，自然得到長壽嘅眷顧。易經裏面嘅巽卦代表風，風嘅特性係乜嘢？係無孔不入，能夠吹拂到每一個角落。巽卦嘅卦辭話隨風巽，風有一種柔和而持續嘅力量，唔係嗰種狂風暴雨式嘅，而係柔和嘅連續嘅，真正能夠跌透到最深地方嘅力量。人嘅呼吸就係身體裏面嘅風，你嘅呼吸如果又急又猛，就好似一陣狂風，只能夠喺表面吹過，根本冇辦法深入臟腑。但如果你嘅呼吸又深又慢，就好似柔和嘅微風，佢可以擠入到你身體嘅每一個角落，滋養到你嘅每一個細胞。所以古人練氣功打太極站強，第一件事唔係學動作，而係調呼吸，因為呼吸係一切功法嘅根本。你氣沉得落去，身體就穩得住；你氣浮喺上面，成個人就好似毛巾嘅浮萍，風一吹就冧。有一位92歲嘅婆婆，每日朝頭早5點半就去公園慢行，行完之後就坐喺海邊做半個鐘嘅深呼吸。呢個係佢堅持咗50幾年嘅習慣，由40歲開始就冇間斷過。有人問佢：你咁大年紀仲每日出嚟唔攰咩？佢笑住話：我識呼吸噶嘛。你哋後生仔只識跑啊跳啊，唔識呼吸。呼吸先至係最緊要嘅養生。一位92歲嘅老人家能夠講出呢一番說話，幾千年前《黃帝內經》所講嘅如出一轍，呢個就係天道嘅規律，真理從來唔會過時。所以第二個長壽特徵就係氣沉，將呼吸練到又深又長，你嘅生命自然又穩又長。第三個特徵叫做耳後，你聽到可能會覺得好奇怪，耳仔好唔好睇？同長壽有咩關係呢？關係非常之大。中醫有一句極其重要嘅說話，叫肩開至於耳。耳仔係肩嘅外在表現，你嘅肩經足唔足，肩氣旺唔旺，睇你嘅耳仔就可以知道個大概。肩為先天之本，你投胎嗰陣本錢有幾多，就睇呢個先天之本。肩經充足嘅人，耳廓大，耳珠厚實，耳仔嘅色澤係紅潤光亮嘅。咁樣嘅人骨骼強壯，頭腦清醒，精力充沛，衰老嘅速度比同齡人慢得多。精氣周虛嘅人，耳仔細，耳珠薄，顏色枯槁暗淡，咁樣嘅人容易腰窄背痛，記性差，老得快。耳大而且厚嘅人，多數係先天體質比較紮實嘅人，
你睇廟裏面嗰啲佛菩薩嘅塑像，耳仔大多數垂落到膊頭，耳珠厚到好似要同塊面連埋一齊。嗰個並唔係隨意而做嘅，而係古人對於大壽之相嘅一種直觀觀察同藝術表達。相書上有明確嘅說話，叫耳大者壽高，耳厚者福厚。耳仔嘅大細同厚薄反映嘅係一個人先天真氣嘅多少。你嘅耳仔大而厚，代表你先天本錢足，你可以消耗嘅老本比較多。你嘅耳仔細而薄，代表你先天本錢稍為弱啲，所以更加要特別注意後天嘅保養。但你千祈唔好因為自己耳仔細就泄氣。中國傳統生命智慧最偉大嘅地方就係在於佢話俾你知，先天不足係可以後天補翻嚟嘅。耳仔嘅形態你改變唔到，但你嘅健氣係可以通過養生嚟保養嘅。易經裏面嘅坎卦代表水，坎卦嘅卦象係上下兩條陰爻夾住中間一條陽爻，就好似水流喺兩岸之間深潛流動。坎卦嘅爻辭講：坎有夫，唯心亨，行有常。水有內在嘅充實，外表睇落柔軟，但內裏一定要有股力量。健氣都係咁樣，佢唔一定張揚喺外面，但內裏一定要充實堅定。養之氣，古人嘅方法極之簡單，就係早瞓。只係喺你深度睡眠嘅時候得到修復同補充。你日日捱到凌晨2、3點，就係喺度猛烈透支你嘅自精。後生嗰陣你透支得起，到咗50歲、60歲，你就會發現自己好似一粒老化嘅電池，越嚟越充唔入電。曾經有一位做咗50幾年嘅老手藝人，活到咗94歲。佢同徒弟講過一句說話：你哋睇一個人先睇佢嘅耳仔，耳仔好嘅人底子好，但底子好都要識得保養，唔保養再好嘅底子都會敗晒。呢位老人家自己就係耳仔又大又好嘅人，之但係佢從來唔恃住先天好就放縱自己。佢每晚9點準時瞓覺，朝早5點起身，幾十年屢打不動。佢將健氣比喻做存錢，今日存多啲，將來就多啲可以花。你今日全部花光晒，將來問邊個攞？說話好樸素，道理卻同《黃帝內經》完全吻合。所以第3個特徵係耳厚，耳厚代表根基厚，根基厚更加要惜福，更加要識得長養。第4個特徵叫做食得落，瞓得着，亦即係食得香，瞓得好。你唔好以為呢個好普通，覺得呢個係人人都應該有嘅，其實呢個極可能係長壽指標裏面最重要嘅一個。中醫話脾胃為後天之本，如果話只係先天之本，咁脾胃就係你後天嘅飯碗。你先天嘅本錢再多，如果後天唔食飯，都會坐食山空。跳翻轉，你先天嘅本錢小啲，但後天嘅騷擾穩定，脾胃功能強健，你依然可以獲得生命力旺盛。脾胃嘅功能就係將你食入去嘅食物轉化成身體可以用嘅氣血能量。脾胃強壯嘅人食裝好，消化好，營養吸收得入去。脾胃虛弱嘅人食嘢冇味，食物波密，營養根本留唔住。你觀察長壽嘅長輩，肯定有2個非常明顯嘅表現。第一，食飯食得香，唔係話佢哋飯量好大，而係佢哋有胃口，覺得飯菜有滋味。第二，瞓覺瞓得冧，一覺就可以瞓到天光，中間唔醒，唔使起身夜撩。你可能會話呢個有咩咁特別？你要知道，人到咗60、70歲，能夠做到食得香、瞓得着呢6個字，已經係一種巨大嘅福氣啦。你去問下你身邊嘅長輩，有幾個可以拍心口話自己餐餐香、夜夜好眠？好多人食野味同酒辣，夜晚攤喺床度扭嚟扭去，日日捱，生產氣，活得非常辛苦。面相學裏面睇一個人嘅脾胃好唔好，重點睇2個地方。第一個係人中溝心長而寬發嘅人，脾胃功能多數好，人中淺短窄平嘅人，脾胃功能多數偏弱。第二個係嘴唇紅潤飽滿嘅，說明脾胃氣血充足。嘴唇糟白乾枯嘅，脾胃多數唔好。你去睇嗰啲長壽老人嘅相片，佢哋嘅人中往往好明顯好深，嘴唇嘅顏色係自然嘅，好睇嘅紅潤。嗰個唔係化妝化出嚟嘅，嗰個係內裏氣血充盈嘅表現。易經裏面最能夠代表調養嘅一卦就係兌卦。兌卦嘅卦象好得意，上下2條陽爻，中間4條陰爻。你將佢想象成一張擘開嘅嘴，上下2排牙齒，中間係空嘅。卦辭話華吉，關照自求好食。呢句話嘅意思係養生嘅道理在於你自己去求取正當嘅飲食。自求好食4字
講嘅既係食物，亦都係更深層嘅滋養。你用食物嚟滋養身體，用思想嚟滋養精神，用情感嚟滋養心靈，呢啲全部都係滋養嘅範圍。有一位開咗成世小飯館嘅老人家，活到咗93歲，佢對食嘅理解好有意思。佢話食嘢最緊要嘅係同身體溝通，身體今日需要乜嘢你就俾乜嘢佢。天時夜飲碗綠豆湯，天時當3碗熱湯，攰咗就食飽啲，唔攰就食清淡啲，呢個叫順時宜養。呢位老人家嘅食法好簡單，每日3餐，每餐7分飽，以蔬菜同魚為主。佢從來唔點啲咩名貴嘅補品，亦都唔睇咩養生專家，但佢嘅身體硬朗過好多日日食補品嘅人。點解？因為佢嘅脾胃一直都保持得好好，脾胃好，食入去嘅白飯青菜都可以變成滋養生命嘅精華。脾胃唔好，你食再多嘅人參老茸都係白費，你嘅身體根本接唔住。所以長壽嘅第4個特徵唔係食名貴補品，而係牢牢咁保護你嘅脾胃。脾胃係你後天嘅根本，呢個根本強壯，你嘅命先至有堅實嘅基礎。仲有瞓覺都同樣重要。中醫話胃不和則勢不安，脾胃好嘅人多數睡眠安穩，調翻轉。長期瞓得唔好嘅人，脾胃都會跟住差。呢兩者係一對互相影響嘅循環。你有冇試過夜晚食得太飽頂住，越嚟會瞓唔着？有冇試過連續失眠幾日，第一日完全冇胃口？呢個就係脾胃同睡眠互相拉扯嘅表現。長壽嘅老人家好少會有呢種問題，佢哋食得適量，瞓得準時，身體嘅節奏穩度好似一個鐘擺一擺一擺，唔快唔慢，幾十年都係同一個頻率。呢種穩定嘅節奏令佢哋嘅脾胃一直喺最佳工作狀態，所以食得落瞓得着。呢6個字聽落簡單到唔似樣，但佢卻係你成個身體正常運轉嘅根基。根基穩咗，上面嘅大樓先至建得起。根基鬆咗，就算唐樓起到幾高，都會喺一瞬間崩塌。第5個特徵叫做神定，呢個神字係成個長壽密碼中最核心嘅一個字。唔好一聽到神就以為係鬼神。中醫講嘅神係指你嘅精神，你嘅元神，你生命活動嘅總指揮。黃帝內經講得極其堅定，得神者昌，失神者亡。判斷一個人係咪有問題，唔係睇其他嘢，就係睇佢有冇神。有神嘅人對眼係有光嘅，反應係敏捷嘅，講嘢係有條理嘅，行路係有力嘅。佢由內向外散發出一種安定從容嘅氣場，你同佢待埋一齊就會覺得個心好踏實。冇神嘅人對眼係散漫嘅，反應係遲鈍嘅，講嘢前言唔搭後語，行路腳掌唔穩，整個人恍恍惚惚，心不在焉。相術裏面神係所有相法嘅根本，睇相先睇神。就算你五官生得再靚，如果冇神，就好似一幅畫冇咗靈魂。就算你五官普普通通，只要有神，成個人就好似一盞燈會發光。長壽嘅長輩最令人印象深刻嘅就係佢哋嘅嗰雙眼睛。就算身形高放咗，皮膚皺咗，你睇佢哋嘅眼睛，眼神係定定地嘅，唔會猶豫閃爛，就好似一潭深水，你望落去會覺得平靜。呢種神定唔係發牛神，唔係慈溫，而係一種內在嘅極度安定，就好似一座大山，風吹雨打，山都會感覺得到，但山嘅根基墮得夠深，佢根本唔會喐。易經嘅艮卦代表山，艮卦嘅卦象係兩座山重搭，靜止不動卦。此話根其杯，不獲其身；行其庭，不堅其人。呢句話嘅意境好深，佢嘅意思係，當你學識令你嘅身體同心靈都靜止落嚟，唔再向外追逐，你就能夠唔俾外界嘅一切牽住走。你行喺自己嘅庭院入面，安安靜靜，自由自在，冇乜嘢可以擾亂你嘅心神。你觀察下身邊嘅多數人，由朝到晚都喺度向外求，擔心工裝。擔心仔女，擔心錢財，擔心退休後嘅生活，成日都喺度擔憂，成日都喺一團亂麻嘅狀態入面。呢種狀態，中醫叫做神散，神一散，生命力就好似流沙咁，飛快咁流走晒。你有冇注意到一個現象？好多人退休之後，身體反而急速變差。以前翻工嗰陣雖然辛苦，但係有嘢做，有目標，有精神寄託。一退休，忽然之間乜都冇晒，成個人嘅神就散晒。神一散，百病就跟住嚟。所以長壽嘅老人家幾乎都有一個共同點，佢哋永遠都有嘢做，唔係話要做咩偉大嘅事業，而係佢哋嘅生活永遠有一個重心。
可能係種花，可能係養魚，可能係煮飯，可能係交個孫應節。呢個重心令佢哋嘅腎有一個可以穩穩當當定住嘅地方。有一位退休嘅老校長腳唔係咁方便，但佢每日去社區中心教街坊寫書法。有人問佢：你教咗幾十年書啦，唔攰咩？退咗休仲教佢話：教學呢件事邊有退休噶？人最怕係乜嘢？最怕冇嘢做，冇嘢做，人就會胡思亂想，自己消耗。自己教書法嘅時候，佢嘅心好靜，一筆一畫都好有力。佢對眼好亮，望住學生寫字嘅紙嘅時候，成個人都喺度發光。佢話：你心定咗手就穩，你心定咗一撇一捺都有骨有肉。佢仲講過一句好值得回味嘅說話，佢話：好多人退休後就覺得自己冇用，人一覺得自己冇用就等天收。你等天收，天就真係嚟收你；你唔等天，天反而收你唔走。你總有嘢做，天就會俾時間你繼續做落去。呢番說話聽上嚟好似老人家嘅口頭咗，但你仔細思考下裏面嘅道理有幾深。一個有嘢做嘅人，佢嘅生命有方向、有寄託、有意義。呢種意義感就係令佢一路活下去嘅力量。呢個就係神定嘅力量。佢嘅神有一個堅實嘅根子，定喺嗰度就能夠支撐起成個生命力，源源不絕。你嘅神有冇咁樣一個根？如果冇，你就要認真去玩一個唔一定要落落烈烈嘅大事，只要你中意嘅、你投入嘅，你可以每日去做嘅，咁就可以啦。講完呢5個特徵，我想同你分享一個更深層嘅道理。你發現未？呢5個特徵，心寬氣沉，以後食得落，瞓得着，神定，其實最終都可以歸結為2個字：心同氣。心決定咗你嘅情緒係咪穩定，氣決定咗你嘅身體係咪強壯。一個心安氣定嘅人，成個人就好似一棵大樹，根深蒂固，任你風吹雨打，佢都穩穩當當。已經64卦裏面有一卦叫泰卦，泰卦嘅卦象係坤在上，坤在下，亦即係地在上，天在下。你一天會覺得呢個好反常，天點解走咗去地下面？但係易經嘅智慧吸喺呢度，天氣係上升嘅，地氣係下降嘅，天喺下面，陽氣往上升，地喺上面，陰氣往下降，兩者喺中間交匯，天地交則萬物通泰，呢個就係最理想嘅生命狀態。陽氣從下面穩穩當當咁做咗根基向上升，陰氣從上面降落嚟滋養你嘅頭腦同精神，上下交泰。你呢個人就係健康嘅、活泛嘅、長壽嘅。調翻轉，否卦係坤在上，坤在下，天喺上面，地喺下面，呢個睇落好符合常理，但問題嚟啦，天氣本來就向上走，喺上面佢就越升越高，地氣本來就向下沉，喺下面就越沉越低，兩股氣背道而馳，完全唔交匯，天地不交，萬物不通，呢個就係閉塞嘅狀態。你諗下嗰啲身體出現上以下寒症狀嘅人，月下就頭面紅赤，口困舌燥，但雙腳就冰涼，下半身冇力，呢個就係典型嘅浮卦狀態。陽氣全部浮喺上面，陰氣全部沉喺下面，上下唔溝通長壽嘅人，佢嘅身體係泰卦嘅狀態，上面清涼，下面溫暖，氣血流通，陰陽平衡。短壽嘅人身體具向浮卦，上面抽熱，下面寒冷，氣血阻塞，陰陽失調。所以古人養生嘅最高原則就係4個字：上涼下暖，頭要涼，腳要暖，心要靜，氣要長。呢個吸合就係泰卦嘅境界。易經、中醫、面相，佢哋底層嘅邏輯係完全一致嘅，佢哋都話咗俾你知同一件事：一個人嘅壽命長短唔取決你食咗幾多靈芝蟲草，唔取決於你跑過幾多次馬拉松，而取決你嘅內在狀態，你嘅心寬唔寬，你嘅氣沉唔沉，你嘅腎定唔定，你嘅脾胃跳唔跳，你嘅漸進養得足唔足，呢啲先至係真正決定你壽命嘅因素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喺心度問：我而家已經60歲啦，你講嘅呢啲特徵我有啲冇，咁係咪即係冇得救？我話俾你知，任何時候開始行動都唔會遲。你嘅先天體質改唔到，但你嘅心可以養寬；你嘅耳仔大細改唔到，但你嘅呼吸可以練成；你嘅面相輪廓改唔到，但你嘅形態同精氣神可以養好。中醫有句話叫正氣存內，邪不可觀。你嘅一身正氣養足咗，出面嘅病邪就根本入唔到嚟。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從呢5個特徵嘅日常練習開始，每日俾自己半個鐘嘅安靜時間，放低手機，合埋眼，慢慢去感受你嘅呼吸，係咪好慢、
好深好穩。呢件事睇落簡單到離晒譜，但你堅持做滿3個月，你就會發現自己成個人都唔同晒，瞓得好咗，食得香咗，脾氣冇咁急躁，成個人嘅精神頭都上翻嚟。呢個就係養嘅力量，佢唔係一朝一夕嘅奇效，而係日積月累嘅功夫。就好似天落雨一樣，你唔會因為落一場大雨就即刻見到花骨朵綻放，但你日日淋少少水，日復一日，有一日你推開窗，會發現花已經悄然盛開咗。道德經講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，慢慢而不爭。養生嘅最高境界就好似水一樣，冇爭冇搶，柔柔地持續咁滋養住慢慢。你嘅身體就係你棲身居住嘅花園，你用咩態度去對待佢，佢就會以咩方式回報你。你粗暴咁對待佢，晚夜暴食，惱怒焦慮，佢就會用疾病嚟回報你。你溫柔咁對待佢，早睡早起，相坤氣定，佢就會用健康同長壽嚟回報你。因果從來都唔會出錯。好，我嚟最後總結一下，今日講嘅長壽之人身上嘅5個特徵係易經面相中醫3家學問共同指向嘅答案。第一，心坤能夠容人容事，情緒穩定，呢個同坤卦嘅厚德載物面相嘅心坤面線，中醫嘅腦相關理論講嘅都係同一個道理。第二，氣沉，呼吸深長嘅人，肺氣充足，氣血流暢，呢個同巽卦嘅隨風潛入面相嘅背後主受，中醫嘅呼吸真氣指向嘅係同一個方向。第三，耳好，一大諸候嘅人進精充足，先天體質好，呢個同坎卦嘅水爐內沖面相嘅耳好腹好，中醫嘅健開嘅於耳講嘅完全係同一回事。第四，食得落瞓得着，脾胃調順嘅人後天營養充足，身體有源源不絕嘅能量，呢個同地卦嘅自考好實面相嘅人中心長，中醫嘅脾胃為後天之本，答案完全一致。第五，神定，精神安定嘅人有寄託有方向，呢個同艮卦嘅靜止如山面相嘅眼神定中醫嘅精神內守係殊途同歸。你對照一下自己，睇下自己中咗幾條，如果中咗3個以上，你就係古人講嘅福上之人，有福之人自然長壽。如果中得少，千祈唔好灰心，由今日開始養，由今日開始燒，永遠都唔會太遲疑。經裏邊有一個復卦，講嘅係復其經天地之心，復就係回復回歸。無論你之前消耗咗幾多，偏離咗幾遠，只要你由今日起願意回歸正途，天地自然嘅生機就會重新向你敞開，養好你嘅心，養好你嘅氣，養好你嘅神。呢個唔單止係為咗長命百歲，更加係為咗活得有質量，活得有尊嚴，活得舒舒服服。長壽從來都唔係冷冰冰嘅數字遊戲，活到100歲，但日日夜夜喺病床上受苦；可以活到80歲，但日日都可以笑住過。真正嘅長壽係每一日都過得好，每一日都過得有滋有味。莊子曾經講過一個故事，有一棵巨大嘅樹，成身生滿疙瘩，樹根彎彎曲曲，木匠望都唔望佢一眼，正因為佢冇乜用，所以冇人去砍伐佢，佢就一直生長到成為方圓8里最老嘅一棵樹。莊子話呢棵樹嘅強壽正係來自於佢唔去爭，唔去搶，唔去證明自己嘅有用，佢安安靜靜咁順住天道嘅節奏生長，應該發芽時發芽，應該落葉時落葉。人嘅長壽道理其實係一樣嘅，你唔係一定要去做幾大嘅人物，唔係一定要去證明自己有幾叻，你只需要順住自己嘅節奏，養好自己嘅心氣根基，安安穩穩咁過好每一個日子。已經由乾坤兩卦開始到機制未制兩卦收尾，講嘅就係天地萬物嘅開始與終結。人生都一樣，有開始就有終結，冇人可以長生不老。但喺呢有限嘅生命裏面，你係可以選擇過得好啲，定係過得差啲。過得好嘅人就係有福之人。請將呢一番說話分享俾你身邊嘅人，尤其係你嘅父母同長輩，佢哋可能一生都喺度追求各種養生秘方，卻唔知道真正嘅秘方其實一直就收埋喺佢哋嘅身上，只係佢哋覺得太平常，冇當一回事。你嘅一個分享或者就可以幫佢哋點透。呢層窗戶紙功德無量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啟發，歡迎訂閱呢個頻道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接住落嚟嘅每一次分享。我哋下期再會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福壽漫長。